大家好，我是对一切都充满好奇的阿远。今天我们来讲讲超新星爆炸会怎样影响地球上的生命。超新星是宇宙中最惊人的事件之一。超新星是恒星爆炸的过程，发生在恒星演化的最后阶段。恒星产生能量是通过核聚变反应，这个过程会持续很长时间。随着氢的耗尽，恒星会收缩变为更稠密的氦核，然后在恒星的核心通过更高温度和压力形成更重的元素，比如碳、氧等。当恒星的核心聚集足够多的铁元素时，就意味着恒星无法通过核聚变反应继续产生能量。这是因为当恒星核心聚集的铁达到一定程度时，进一步的核聚变会吸收能量，而非释放能量。因此恒星无法继续维持平衡，内部的物质会坍缩和爆炸。恒星内部的物质在没有能量输入的情况下会坍缩，使得温度和密度达到极高水平，核反应瞬间失去平衡，放出大量的能量和物质。这些物质在极短时间内喷发出去，形成了爆炸波。这种爆炸能释放出比太阳还要亮上数十亿倍的能量，导致它在数日内变得十分明亮，并在宇宙中散布大量的重元素。在这种过程中，超新星可以释放相当于太阳在其整个寿命中释放能量的数十倍到数百倍。超新星主要由两种方式触发：突然重新点燃和聚变能量的简并恒星一星超新星，或是大质量恒星核心的重力塌陷二星超新星，还有极少数其他类型的超新星，这里不做展开讲解。一星超新星通常由一颗白矮星通过吸积从伴星那儿累积到足够的质量，进而提高核心的温度，之后点燃碳融合，并触发失控的核聚变，最终将恒星完全摧毁。一星超新星没有青光谱线，一星超新星依据谱线为基础再细分。典型的一星超新星有强烈的硅离子吸收线，这条谱线不明显或不强烈的一型超新星被归类为一 B 或一 C 型超新星。一 B 型超新星显示出强烈的中性氦谱线，一 C 型超新星则缺乏这种谱线。所有一型超新星的光度曲线都与一星超新星相似，在峰值都会比较明亮。二星超新星的产生通常由于大质量恒星的核心遭受突然的引力坍缩，释放引力势能，从而产生一次超新星爆炸。二星超新星有显著的青光谱线，二星超新星也可以依据光谱来细分。大部分的二星超新星都显现非常宽的发射线，这表示它是以每秒数千公里的速度在膨胀。二星超新星在光度下降的过程中依然广泛的呈现由氢主导的光谱，因此分类主要是依据其光度曲线。最常见的类型是在最大亮度不久之后，光度的下降曲线中会出现高原区，是星等会维持几个月的稳定不变，然后才继续下降。这一型称为二 P 型超新星， P 代表高原，较罕见的缺乏高原区特征的二 S 型超新星。R 代表是线性的，因为光度曲线实际上是一条直线。那么超新星爆炸会怎样影响地球的生命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超新星爆炸所产生的辐射。超新星爆炸释放出大量的 X 射线和伽马射线。根据 NASA 的钱德拉天文台收集的新证据，大多数超新星产生的 X 射线可以影响到远至160光年之外的行星，而这种威胁会在超新星释放出的立即辐射的数月或数年后出现。这些 X 射线可能不会到达一个氧气丰富的行星的下层平流层，更不用说表面了，但会产生对臭氧层造成极大伤害的化学物质。这反过来会让行星的恒星放射出的紫外线进入。类似地球的生命除了深海或地下外很难存活。有一些超新星爆炸释放出的辐射范围会更广，可以覆盖到几百光年甚至更远的距离，因此超新星爆炸对地球生命的影响可能会更加深远。此外，超新星爆炸也会释放出高能粒子，由于这些粒子的速度比光速慢，它们会在 X 射线消失数百年或数千年后到达行星，这些粒子也会对地球生命产生危险。然而我们可以放心，目前地球周围没有潜在的超新星爆炸威胁，这是因为我们所处的位置比较安全。
太阳位于银河系中比较稀疏的区域之间，离危险区域比较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没有受到过超新星爆炸的影响。在过去，地球曾经接近过超新星。事实上，有证据表明1型核心崩塌和爆炸都在太阳系诞生之前发生过。在我们附近，还有一个约1000光年宽的局部泡，被认为是多次超新星爆炸的产物。太阳系的形成可能与先前的超新星爆炸有关。地球附近的超大质量恒星相对较少，大多都是在较远的银河系中心区域聚集。然而，有几颗比较知名的超大质量恒星在我们的视野范围内，其中最著名的是天蝎座的新修2，距离地球约550光年，它是一个红超巨星，质量约为太阳的12倍，直径大约为太阳的700倍。另外，天鹅座的天津4也是一颗超大质量恒星，距离地球约2600光年，质量约为太阳的20倍，直径大约为太阳的200倍。此外，猎户座的参宿4也是一颗超大质量恒星，距离地球约530光年。参宿4是目前已知距离地球最近的红超巨星之一，它因为亮度变化备受关注，尤其是在2019年末至2020年初期间，其亮度的降低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热议。那么，参宿4为什么会有亮度变化呢？首先，参宿4的亮度变化与其本身特性有关。参宿4是一颗非常巨大的恒星，其质量约为太阳的20倍，直径达到了太阳的约1000倍，体积更是达到了太阳的约11倍。它的表面温度也比太阳低得多，只有约3000 K。这些特性使得参宿4在色谱上呈现出很强的红色，也被称为红巨星。同时，参宿4还是一颗高度不稳定的恒星，它的表面不断产生磁场和爆发，并不断变化着其形状和亮度。经过反复的分析，科学家得出结论，超巨星从其南半球喷出了数千倍于地球质量的物质，这些物质挡住了参宿4的部分光线，导致它暂时变暗。这是天文学家首次实时观察到星体表面喷出如此大量的物质。超巨星喷出的物质形成了广阔复杂的云团，可以延伸到距离星体表面10000倍于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这比太阳系最远的行星海王星离太阳远出300倍以上。通过射电望远镜，你可以看到被喷出的物质围绕着星体形成弧线、隆起、结合喷流，个别的结团可以包含相当于3000个地球的物质。这些喷出物质为星际介质提供了复杂的分子。当来自几个星体的气体和尘埃混合在一起时，它们会坍缩形成新的太阳系，那里的新星球已经具备生命所需的化学元素。其次，参宿4的亮度变化也与它的生命周期有关。参宿4已经度过了其寿命的大部分时间，处于最后的演化阶段。根据科学家的估计，它可能在未来的几百万年内爆炸成为一颗超新星。在这个过程中，参宿4会不断释放能量，从而影响其亮度和形态。最后，参宿4的亮度变化也与它的视线方向有关。参宿4的视线方向非常靠近银道面，它周围有很多尘埃和气体云，这些云会对其光线的传播产生影响。这些云层可能会吸收和散射参宿4的光线，从而使得我们在地球上观察到的亮度发生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我们知道恒星将在未来爆炸成为超新星，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会对地球造成直接影响。在宇宙中，恒星的距离通常是非常遥远的，它们爆炸的能量会被宇宙中的尘埃和气体等吸收和扩散，到达地球时已经非常微弱。然而，这些超新星爆炸可能会影响到地球周围的星际介质，并对我们的太阳系和生命环境产生影响。总的来说，超新星爆炸对地球生命的影响是复杂而深远的。不过，目前没有潜在的超新星爆炸威胁，我们可以安心的在地球上生活。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观看。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趣或者有所收获，请给我们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